第219章，把他给我拿下。这伙人来历不明，可是从他们的行为来看，来者不善。唐潇没时间去思考更多，这群人显然是有备而来。一部分人拿着安装了消声器的枪在一层守着，又有几个人朝着2楼冲来。老爷子出发去了开幕式，带走了一部人，宫傲白也不在。这伙人似乎就选定了所有人不在的时候来的。你们几个在1楼，其他人跟我上2楼。眼看着那些人顺着楼梯上来了，唐潇躲在楼梯口后侧的位置，甩出一阵白色的粉末。这伙人都蒙着脸，戴着防烟雾眼镜，一般的粉末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并不大，所以下一秒，唐潇打开电击棍，对准了最面前的人，直接按下了开关了。前面的人被电击的瞬间无法动弹，唐潇收回电击棍，一脚踹在对方身上，那人瞬间被踹飞出去，连带着其他人也一同滚了下去。快，楼上有人！知道唐潇在2楼，其余人也纷纷冲了上来。这些人手上都拿着武器，唐潇自然小心，直接开枪对着底下一阵扫射。一瞬间，这群人被挡在1楼的位置，一时半会儿上不来。可是唐潇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，他立刻跑到走廊嘴里侧的房间，那个宫家专门留给他的实验室。自从唐潇住到这里之后，宫傲白专门给他装修了一个房间，提供他实验。知道他平常饲养药虫，也让人全部搬到了这边，眼下也算派上了用场。正如唐潇预料的那样，楼梯口上不来，这群人便直接从外面的柱子爬到了2楼的位置，直接从2楼的窗户翻了进来。唐潇立刻躲进了实验室，关上房门。这群人眼看唐潇不过是一个小姑娘，为首的冷声一声：“不过是个女娃，你们去各个房间搜，必须把我们要的东西找到。其余人跟我来。”是。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唐潇打开所有关押着药虫的箱子，将食指和大拇指抵在唇边，吹了一个响亮的口哨。下一秒，这些药虫突然间变得兴奋起来，一个个不断往外冒。门外的人轻手轻脚地靠近，拿出枪支，毫不犹豫地打穿了门把手。其中一个人快速将门打开，而其他人纷纷拿着枪支对准了门内。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，等到的并不是唐潇，而是一群乌泱泱往外冒的黑乎乎的虫子。原本他们并没有将这些虫子放在心上，纷纷拿脚踩。可是这些药虫都是唐潇精心喂养过的，哪里能这么容易被踩死？只见他们纷纷顺着这些男人的裤腿爬了进去，毫不客气地咬了一口。嘶！这些药虫每天经过药水的浸泡，咬得自然是很疼。只一口，面前的大男人瞬间就倒了下去，紧接着是第2个、第3个。唐潇再次吹响口哨，这群药虫就像是听懂了似的，纷纷朝着楼梯口冲去。紧接着，楼下也传来一阵阵惊呼畏惧的声音。趁着底下的人自顾不暇，唐潇背靠着楼梯椅背，顺势滑了下去，将枪口对准了他们，每一枪都打中了对方的手腕。武器也纷纷掉落。那些人压根就没有想到，唐潇一个小姑娘凭借一个人的实力，可以让他们这般自顾不暇。其中一个人道：“把他给我拿下！”唐潇继续开枪，可是2支枪很快就没了子弹，他没子弹了。快！唐潇冷眼扫了周遭的一群人，拿出电棍紧紧抓在手里。从小他就和师弟们一起训练，身手自然不会差。可是对方到底人多势众，唐潇渐渐的有些体力不支。他躲在墙壁之后，只听有人厉声道：“那个女人是宫傲白未过门的媳妇，肯定知道东西藏在哪里，不准用枪，给我活捉！”是，刚刚让你们找东西找到没？还没有，也不知道被死老头藏在了哪里。找，必须趁着他们回来之前把东西找到，然后一把火烧了这里，明白？电击棍显然也没多少电量了，再这样下去不行。可是这伙人到底是在寻找什么？眼下那伙人纷纷在找唐潇藏身的地方，不少人纷纷涌入2楼，朝着书房走去。宫卓越就藏在那里。
唐潇不敢冒险。突然，他想到自己的摩托车就停在车库，一想到龚傲白曾经给摩托车改装之后的功能，唐潇眼睛瞬间一亮。唐潇猫着腰，快速跑向车库，可是对方人多势众，还是被发现了。他在那里追老大，我们调查大老头子的小孙女今天也在老宅，可是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都没有看到她。为首的男人闻言，认认真真的扫视了一圈，看来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暗示，给我搜，仔细的搜。是。唐潇不敢耽误，快速来到车库，身后的人也紧跟着追了上来。他们自然知道唐潇的厉害，纷纷不敢小瞧，别开枪，抓活的。他们不开枪，这样刚好给了唐潇往车库跑的机会。终于，他来到了摩托车前，直接坐了上去。他戴上头盔，转动着把手。很快，油门的声音响起，车子蓄势待发，别给他跑了。大家以为唐潇拿到摩托车是想要逃跑，结果没想到唐潇非但不跑，还直直地朝着他们开去。他按下黄色按钮，很快，一阵白色烟雾升起，瞬间将他包裹。黄色按钮一按下，龚傲白就能知道他的位置，也会知道他有危险。烟雾模糊了那些人的视线。唐潇再次按下黑色按钮，很快，3枚钢针猛地射了出去，钢针刺中了那些人的大腿，还有胸膛，一瞬间哀嚎一片。可是他们却无可奈何。手下的人忍不住道：“老大，这个女人刚刚打伤了我们不少兄弟，现在这样，我们根本无法靠近，只怕会落在下风。”为首的人咬牙想了想，留下一口气。很快，其余的人对着烟雾一阵扫射。可是唐潇发射一杯钢针之后，便换了地方。眼看这伙人这么残暴，唐潇终于也不再客气，按下了红色的按钮。第220章，背影好熟悉，这个是龚傲白之前改装机车的时候设计的最厉害的按钮。按一下，射出1发子弹，起到警示的作用。第2下，射出10发子弹，威力不容小觑。一共50发子弹，让唐潇足以将面前的人扫了一通。那伙人没有想到唐潇手里还有威力这么厉害的武器，纷纷要跑，结果却被身后不断追来的子弹给击中，倒地不起。潇潇，门外响起了龚傲白的声音。唐潇立刻应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看着唐潇带着人朝着这里跑来，唐潇倒是有些诧异：“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他才刚刚按下定位开关，让龚傲白知道自己有危险。是月月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危险。龚傲白确定唐潇没什么事情之后，冷声对着苏远开口：“把他们都给我拿下。”是。苏远立刻和马文才带着人跑向院子，将其余的活口一一捕获。唐潇看着满是狼藉的院子，脸色有些凝重。今天我们是被算计了。龚傲白没说话，可是事实确实如此。怎么就这么凑巧，在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，这群人却冲了进来？他们来似乎是找什么东西，但是一直没找到。等等，爷爷会不会有危险？我已经派了人过去，同时也和大哥说明了这里的情况，那边已经有所防备。话音刚落，龚傲白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是龚墨峰打来的。龚傲白立刻按下接听键。喂，听到他的声音，电话那头立刻说道：“我和爷爷在回来的路上被人埋伏了，现在我们在苗飞建筑这边，苗飞建筑那边都是未完成的工程，里面四通八达，空间宽广，人也少，可以隐藏的地方也多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”龚傲白挂断电话，对着唐潇匆匆说道：“我得马上出去一趟，我让马文才和其他人留下再护着你和月月。”说完，龚傲白要走，唐潇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：“我陪着你一起去。”马文才他们护着月月，见男人还有些犹豫，唐潇拉着他往前走：“没时间了，走。”龚傲白看着苏远和马文才：“你们带着人留下保护月月，清理现场。”苏远和马文才是他最信任的人，而且能力超群，龚卓越交给他们，他放心。唐潇骑上摩托，
刚刚的子弹没用完，还有3发，1发10颗子弹，又可以大显身手。宫傲白上了轿车，手下的人很快踩下油门，朝着苗飞建筑驶去。而此时，苗飞建筑这边，这里到处都是烂尾楼，偌大的工地上连个人都没有。刚刚这边参加开幕式结束之后，一切都顺利。宫墨风刚好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工作，接老爷子一起回家。宫老爷子笑宫墨风和宫傲白两兄弟都太谨慎了，他一个老头子哪里会有什么危险？结果他们的车子刚刚开出去没几分钟，车子就被人跟踪了。那伙人挑衅地朝着车子撞来，想要逼着他们停车。这一看就不是巧合，想来这波人和袭击老宅的人是同一拨人。好在宫墨风今早出门前就提前做好了准备，他带着老爷子先撤离，而手下的人则是拦住后面那拨人。可是超乎宫墨风的是，这伙人的火力很猛，他们这边很快招架不住。宫墨风下了车，在手下的手里拿过一把枪，带着老爷子先走，这里我来处理。老爷子自然知道自己留下只会拖累宫墨风，你要小心。放心吧，爷爷。此时对面的人在手机里也得到了消息，对着众人说道：抓住那个老东西，他们这次果然是冲着老爷子来的。宫墨风开枪对准了为首的男人，不过距离太远，只堪擦破了对方的胳膊。很快对方机枪压制，宫墨风这边落了下来，老爷子的车子已经离开。宫墨风等人拼死抵抗，妈的，就这么点人，赶紧给我清理干净，其他人去把那个老头给我追回来。是。宫墨风见状，立刻也跳上了一辆车，追了上去。很快，公路上上演了一道了拉锯战。宫墨风猛踩油门，直接开到对方的车子旁边，眼疾手快地拿着枪打穿了对方的车轮，对方的车子很快失控，狠狠地撞到了一边的护栏上。可是同样，身后追来的人也不断扫射着宫墨风的车子，车窗很快被打碎，他只能快速下车，藏在车后。他拿出枪看了一眼，没子弹了。问题变得有些棘手，眼看着对方步步逼近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穿着皮衣的女人骑着摩托车猛地冲了出来，吓得那波人连连后退。女人戴着头盔，一头红色大波浪的长发随意地散落在身后，在一身黑色皮衣的加持下，显得格外显眼。红发女人一个摆尾，车子稳稳地停在了宫墨风的身边。上车，宫墨风没犹豫，快速上了车，摩托车快速扬长而去。身后的人就在追赶的时候，背后突然响起了枪声，为首的人猛地回头，这里有埋伏，注意隐蔽。其实并不是什么埋伏，而是唐潇和宫傲白赶到了。刚刚老爷子和宫傲白取得了联系，知道宫墨风替老爷子掩护，还面临危险的时候，唐潇和宫傲白没有片刻犹豫，抓紧时间朝着这边驰来。看到宫墨风被接走，唐潇当机立断按下摩托车上的按钮，很快10颗子弹纷纷射了出去，吸引了那伙人的注意力。虽然说对方的火力猛，可是这辆摩托车被宫傲白改装之后，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每次射击就像是安装了一挺机关枪似的。宫傲白使了一个眼神，其余人纷纷下车帮助唐潇。很快，形势逆转，那伙人被控制。唐潇看着刚刚宫墨风离去的位置，不禁陷入沉思。刚刚他看到救走宫墨风的女人是一头红发，背影怎么看着像是曲晓峰。第221章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所有的人都控制住之后，宫傲白来到唐潇身边。怎么了？唐潇摇摇头，没什么。上一次唐潇和宫墨风说起曲晓峰的时候，对方的神情就有些奇怪，如今对方竟然来救人，奇怪，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到底想做什么？听到宫傲白的问话，为首的男人故作害怕地开口：饶命，饶命，我们就是想要赚点零花钱，我们错了，真的不敢了。赚点零花钱？宫傲白的侠眸微微眯起，显然是不相信。
为了绑架老爷子，动用这么多人力物力，在老爷子有这么多人护着的情况下，还拿着武器，你跟我说这是为了绑架？”为首的男人连连点头。我们哥几个知道老爷子今天参加开幕式，所以就来碰碰运气，是我们错了。入侵老宅的是不是你的人？对方连忙摇头，当然不是，我们和那波人不认识的呀。这群人显然在撒谎。龚傲白不愿继续耽搁下去，这伙人显然也不会轻易说出真相。他不想在唐潇面前太暴力，于是吩咐手下的人说道：“把人带下去，有几个龚墨风的手下受伤了。”唐潇一一去给人看过，问题不大，包扎之后休息几天就没事。一行人回到老宅，龚墨风倒是先回来了，陪着龚卓越。老爷子看着此时被摧毁的房子，倒不心疼，只是心疼吓坏了的龚卓越。乖乖，吓到你了吧？是爷爷不好。龚卓越平常就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小孩，没想到他比大家想的更加勇敢。爷爷，我不害怕，我还想找大哥、二哥他们学开枪呢，回头我自己也能保护自己。龚老爷子有些诧异，把他拉入怀中。你看到那些人不害怕？刚刚他进来的时候，就看到院子和墙壁上满目疮痍，虽然那些人都处理了，可是血迹还在。龚卓越不过是10几岁的孩子，又怎么可能不害怕？龚卓越却道：“我是龚家的姑娘，很多人都盯着我们，也有很多人想要对付我们，害怕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。我要和哥哥嫂嫂他们一样，变得勇敢、强大，可以保护爷爷。”这些年，龚家遭受的明枪暗箭不少，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龚卓越比一般的小孩还要成熟。老爷子欣慰地把人抱入怀中：“我们月月好样的。”唐潇在这个时候开口道：“那群人好像是来找什么东西。”苏远带着月月下去休息，顺便让厨房准备一些吃的。是，苏远十分有眼力见的让客厅里的佣人和保镖都退下。此时客厅里只剩下老爷子、龚墨风、龚傲白和唐潇几个人。今天这群人目的只有一个，他们想要一块芯片。唐潇诧异：“芯片？不错，我记得当年叶林负责了一个项目，起初他还很开心，每天早出晚归的。我还说过他顾着工作都忘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一言不发地回家，千兰问他怎么了，也不愿意说。随后不久，叶林和千兰便出了车祸。在收拾他们遗物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他给我留下了一把储物柜的钥匙。我去拿的时候，只发现了一块芯片。我当时想要看看芯片里是什么，可是芯片设计了高级密码，但凡输错密码，里面的资料全部销毁。我有想过找专业的人来处理，可是龚家那个时候开始不太平了。因为叶林出事，对家蠢蠢欲动，墨风和傲白先后出现身体不适，就连月月都没能避免。我实在没精力再去管芯片的事情，只能暂时将芯片的事情压下。现在想来，那群人一直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却一直没有真的下死手，只怕他们当初也不确定芯片是在我手上，只是现在确定了，所以才闹得这么大。龚傲白一直认为他父母的死并不是意外，结合之前在杨老爷那边听到的说辞，他的父亲龚叶林显然是参与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里，然后被灭口。爷爷，那块芯片在哪里？老爷子缓缓开口：“我知道那块芯片重要，也知道暗处的那些人都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所以我将它藏在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。”说着，老爷子看向唐潇手腕上的玉镯子，那是当初唐潇第一次来家里吃饭的时候，老爷子送的传家宝。唐潇也有些诧异地看向玉镯子：“您说的芯片，不错，他们肯定不会想到，潇潇手中戴着的玉镯子里就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那块玉镯每天都在黄妈的眼皮子底下晃悠，可是正所谓灯下黑，他发现不了。”唐潇不禁赞叹：“果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”龚墨风开口道：“爷爷，不如现在我们将芯片取出来吧。”众人也是有这个打算。这块玉镯做工很巧妙，
应该是找了高人进行修补，竟然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。眼下他们只能将玉镯子摔碎，取出里面的芯片。正如老爷子说的那样，这块芯片插入电脑之后，就提示输入密码，3次都输入错误，会自动启动摧毁程序的机制。当年老爷子已经尝试过2回，密码皆为错误，所以唐潇这一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只见唐潇食指翻飞地在键盘上敲出一段段代码，他的速度很快，整个屏幕都被代码取代。所有人屏息凝神，不敢出声打扰。10分钟之后，唐潇终于按下一个回车，只见原本黑漆漆的屏幕终于出现了一个文件夹的样式。唐潇拍了拍手，搞定！别说，这个程序设置的真厉害，连我都要10分钟才能破解。龚傲白摸了摸他的脑袋，辛苦了，小意思。老爷子忍不住夸赞，还是我们潇潇有办法。龚墨风盯着电脑屏幕，我们看看电脑里到底有什么。唐潇打开文件档，里面还有2个小文件夹，继续打开，其中一个文件夹里都是各项数据报告，这些报告繁琐复杂，涉及到的内容也十分有深度。唐潇看了2页，才发现这是一个详细的实验报告。而另外一个文件夹里是2个视频，第222章永生。唐潇点开其中一个视频，看着像是一段监控。一个漆黑的房间里，只有一束微弱的灯光，有一个男人坐在角落的位置，低垂着脑袋，让人看不清面容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对方浑身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，随之整个人开始痉挛，无法控制。龚傲白指着屏幕一处，这里能放大吗？唐潇立刻放大了画面，众人这才发现，这个男人的胳膊正在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扭曲着，他的另外一只手紧紧地捂着胳膊，似乎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胳膊。龚墨风惊呼道：“他没有小臂，视频光线较暗，可以眼下随着他的动作，他那只断手也被暴露出来。可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到视频结束，那个人的断了的胳膊竟然硬生生地长了出来。哪怕是精通医术的唐潇，也根本做不到真正的肉白骨这种实力。屏幕上的男人最终是长出了手臂，可是整个人也缓缓地倒在了地上，不再动弹。随后进来2个穿着白大褂的人，检查了一番之后，确定男人没有生病体征，便让其他人将男人拖出去。视频到此为止。可是看视频的他们却迟迟无法回神。龚老爷子道：“这个视频属实吗？”唐潇点头，应该是监控视角下的视频，没有剪辑拼接的痕迹。所有人的脸色都显得有些严峻。龚叶林到底在藏着什么秘密？唐潇点开第2个视频，这个视频显然是偷拍的。视频的视角在拍摄人胸口的位置，大概是被藏在胸口。龚先生，这边请。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？这个声音是龚叶林。龚傲白脸色微变，他没有想到在这个视频里竟然能听到龚叶林的声音。出现在监控画面中的男人胸口带着一块工牌，写着曹义清。最近的实验很顺利，我们已经对实验体做了检测，发现一切正常。曹义清带着龚叶林来到实验室，而不远处的箱子里装着一只小白鼠。这些小白鼠看着都不是很好，要么上肢被截断，要么下肢残缺，有些是耳朵残缺，都是一些残疾的小白鼠。龚叶林开口道：“成功活下来的小白鼠在哪里？带我去看看。”曹义清带着他来到另外一处箱子前，里面是一只健康的小白鼠，看上去还不错。龚老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现在来给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永生。眼看着一个男人坐着轮椅被推了出来，而他的旁边一左一右站着2个人，都有一头酒红色鲜艳的头发。这是和曲晓峰一样，是佛剑校组织的人。男人戴着眼镜，看着书生气十足。不过拍摄的画面里并没有对方的胸牌，只有身边的人称呼他为孟教授。众人只能知道这一点。龚叶林跟着孟教授去看了人体实验，
看来是在小仓鼠身上实验成功，所以才转到了人体上。可是正如预料的那样，人体上实验显然是失败了。宫叶林直接提出了停止实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这个实验不能继续下去。孟教授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这么着急做什么？不过是死了一个实验体，大概是生物基因不同，我们稍作修改，多试错几次，总能找到最合理的答案。什么实验体？那是人，活生生的人。宫老弟，你冷静点，做实验本来就是有成功和失败。你会替那些小白鼠心疼吗？成为我们永生的试验品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”宫叶林语气带着愤怒：“孟教授，之前我们说好的是资助你研发全新药物，拯救那些身体残缺之人。可是这个实验显然已经违背了初衷。”孟教授扬手：“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吗？拯救这些残疾的废物，把他们变成全虚全已的一个人。是吗？刚才我看过那个人的伤口，分明是心伤。为了实验，故意将人致残，然后再实验，这个太残忍了，我不同意。”孟教授摘下眼镜擦了擦：“宫老弟，哪一个药物研发不需要成本？金钱是，时间是，人也是。”宫叶林显然是不愿意继续多说什么。视频也到这边结束，一行人又再次将这个视频看了一遍。从宫叶林进入这个实验基地开始，他似乎就猜到了自己将会面对什么。他将整个实验室拍摄下来，包括里面几个紧要人员，还有就是这个孟教授。唐潇立刻上网搜索这个孟教授，发现对方是生物研发中心的一名教授，名叫孟昶，不过很早之前就已经离职，目前行踪不清楚。另外一个曹义清倒是能查到一些资料，对方开着一家小药店，履历也很干净。其余孟教授身后2个红头发的一男一女，他们并没有胸牌，所以暂时无法知道是谁。宫傲白开口道：“我这就让人去调查曹义清和这个孟昶。”宫墨风也起身：“我出去一趟。”唐潇怀疑宫墨风去找曲晓峰，可是曲晓峰身份敏感，他现在不好开口，而是起身给了宫墨风一些药物防身。那伙人今天刚行动，我怕他们在暗处使坏，这些拿着防身。宫墨风点点头，离开了。眼下时间已经不早，宫傲白让老爷子先去休息。老宅房间够大，虽然一部分房间遭到了破坏，可是并不影响其他地方休息。林叔已经联系了装修的人，明天就派人来家里装修。装修的人都是严格挑选，信得过。此时的老宅周围都守着人，还有保镖连夜在周围拉上了电网，防止入夜有人入侵。原本唐潇还有些打你新年功卓越，结果没想到小家伙比他还兴奋，询问着他去救老爷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唐潇当成睡前故事说给他听，等到对方睡着了，这才离开。回到卧室，宫傲白刚好挂断电话要出去。去哪儿？今天抓到的那些人，我亲自去看看。毕竟今天这些人的来历不明，老奸巨猾，还嘴硬。今天白天唐潇在，宫傲白不想让人看到他心狠手辣的一面，所以才暂时将人带下去。谁知唐潇闻言开口：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“不用，我去就行。你今天也累了，好好休息。家里这边我安排了人，不用担心。”唐潇眯着眼睛看向宫傲白：“你不想我去？”男人轻笑：“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去了只会脏了你的眼。不怕，这不是有你在吗？而且你带上我，肯定会事半功倍，相信我。”第223章，没想到你隐藏得这么好。看着唐潇一双眼睛满是期待地看着自己，宫傲白哪里还能说出的拒绝的话，只好带着他一起出发。来到一处仓库，这里人少，处理事情也方便。唐潇进去的时候，刚好看到马文才在揍人，对方打得鼻青脸肿，可是脸上依旧带着笑意。“我把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就算打死我也没用。”马文抬手又是一拳：“老子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？”这个时候，苏远第一时间看到唐潇来了。“夫人，
龚总。马文才闻言，这才松开了手，连忙擦了擦手上的血迹，走到唐潇面前，露出憨憨的笑容：“夫人，龚总。”龚傲白缓缓走到那伙人面前，这些人明显就是专门训练过的，嘴巴严得很，一般人根本问不出什么。龚傲白不紧不慢地坐下，双手搭在拐杖上，目光阴沉地看着面前的人：“你们是来要芯片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”被抓住的男人神色未变，依旧笑着：“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就是看到那个老头有钱，看着好欺负，想要抓过来赚点零花钱。再说了，老爷子也没受到什么伤害，我们最多算绑架未遂，报警了最多关我们几天。可是你抓了我们这么多兄弟，这是属于非法拘禁，到时候你们也要坐牢。”龚傲白轻启薄唇：“你们私下购买大量军火，为了钱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就算是黑吃黑被杀了，谁又在乎呢？”对方立刻求饶：“这位老总，你可不要胡说呀，我们就是做些小生意，真的不是你说的。”下一秒，对方身后捆着双手的绳子突然松开，男人挣脱了束缚，直接朝着龚傲白袭来。很快，对方双手扼住了龚傲白的脖子，眸色瞬间变得阴狠：“把他们都放了，不然我杀了他！”龚傲白：“龚总，没有想到，不过是眨眼之间，形势逆转。”马文才立刻掏出了手枪，对准了他：“把人给我放了！”对方脸色狰狞：“把枪给我丢了，给我准备一辆车！”马文才将枪口对准了和他一样被绑着的人：“你再不放人，我就开枪了！”谁知男人直接将枪口对准了他昔日的兄弟，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：“我替你开，别想拿他们威胁我！不信你试试，我现在数到3，再不给我放下武器以及准备一辆车，我就让龚傲白脑袋开花！”众人都没有想到，这个男人竟然这么的心狠手辣，说开枪就开枪。马文才不敢轻举妄动，只能放下武器。苏远努力安抚他的情绪：“你只是要车，我们可以准备，不要伤人。”唐潇没说话，将手悄悄伸向摇腰部的袋子，将一枚银针捏在指尖。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枪响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而劫持着龚傲白的男人也难以置信地低头下看着自己的腹部，却见鲜血不断地往外流。龚傲白顺势一个过肩摔，直接将人狠狠摔了出去。而其余的人趁此机会将那人制住。唐潇这才发现，龚傲白一直形影不离的拐杖里面藏着一把枪，而且对方也不是什么手无缚鸡之力之人，相反，他比自己想象中更加沉着冷静。“放开我！”那人挣扎着。唐潇快步上前，直接往对方的嘴里塞了一颗药，不等那人反应过来，药物就吞了下去。“你给我吃了什么？”那人因为身上的枪伤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可是面色狰狞，眼神恐怖。唐潇冷冷道：“吐真丸而已，服下去不超过5分钟，我问什么，你就会答什么。”那人冷笑一声，显然是不相信，毕竟他们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，一般的药物对他们压根没有影响。唐潇微微俯身，问道：“谁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刘勇。”那人显然一愣，没想到这句话不受控制地说出来了。“你们这一次来是想做什么？”“寻找芯片。”那人眼神里带着几分恐慌。唐潇笑了笑，对着苏远说道：“先给他止血，然后你们慢慢问话，顺便给这里所有人都隔开询问，看看谁的说辞对不上。”眼下为首的这人已经吃了吐真丸，这波人想要撒谎都没用。其余的人很快带着那些人一个个出去问话。唐潇这才看向龚傲白：“身手可以吗？”“还行，之前我还以为你手无缚鸡之力，没想到你隐藏的挺好。”龚傲白颇有些紧张地看着面前人的小脸：“生气了？”唐潇摇摇头：“是我先入为主，觉得你需要照顾，结果你自己有自保的能力，这对你来说是好事。”龚傲白还是有些局促，今天去参加那场重要的会议都没这么紧张。可是眼下的他却十分害怕唐潇会因为他的隐瞒而生气。“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，
当初这样，一切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藏在暗处的人掉以轻心，也让自己有自保的能力。唐潇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所以我真的没有生气。你很厉害，我为你高兴。宫傲白一把将人拽入怀中，潇潇，谢谢。感受到男人炽热的胸膛，还有对方用力将自己紧紧抱在怀里的禁锢感，唐潇不禁有些失笑，抬手摸了摸对方的脑袋。不客气，有了兔真丸的加持，苏远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他们都是被聘请的雇佣兵，这一次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爷子藏起来的芯片。他们接到任务，是一个叫嫣红的女人雇佣他们。唐潇让人拿着芯片里的几张照片给他们去辨认，才发现当初站在孟教授身边的红发女人就是嫣红，这算是重大发现。至于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来找芯片，这群人不得而知，毕竟他们也只是拿钱办事。他们给出了嫣红的联系方式，但是对方给的电话属于虚拟号码，无法追踪，每一次都是嫣红单方面联系他们。奇怪，他们等待了那么久，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动手？当初宫叶林出事，宫傲白他们尚且年幼，如果那个时候佛剑校组织的人要动手，肯定比现在容易得多。第224章，什么时候去见见老大？或许当初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导致重要的实验数据被盗，他们的实验一直停滞不前。如果到了关键时刻，他们想要这份资料，就是想要里面的数据。宫傲白继续说道：“这些年，这些人一直潜伏在我家周围，或许就是为了这块芯片。当初他们在我父母身上没有找到，不确定芯片被他藏在了哪里，所以他们给我们下毒，目的就是为了掌控我们，亦或者他们想要逼着宫家在我们身上实施永生。”唐潇愣住了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似乎一切都能解释得通。宫叶林如果只是单纯的复制了实验数据，他们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，实验大可以继续下去。而且这2段视频在宫叶林死了之后，也成为了埋没的证据。佛剑校这个组织根本不必担心曝光，那么多大的可能就是当初宫叶林取消合作之后，拿走了核心的资料，亦或者修改了实验数据，导致他们这些年的实验一直停滞不前。而他们最后怀疑，这么重要的资料还在宫家，可是宫家到底家大业大，他们没办法和他硬碰硬。于是他们想到了给宫家3兄妹下药，就是要看看宫家的人会不会拿着永生出来救人。可是即便情况如此严峻，宫家的人依旧没有使用永生技术，他们便派了黄妈一直监视。而这一次他们果断地采取行动，或许是他们的实验到了关键阶段，必须拿到当初被偷走的原始数据，所以才会趁着宫家无人的时候派了人来偷袭。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，时间已经不早了。宫傲白带着唐潇先去休息，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他去处理。知道是佛剑校这个组织在背后搞事情，那么调查起来也比较方便。不过这一晚，唐潇睡得并不沉，他知道曲晓峰肯定知道一些事情。隔天一早，宫傲白早早起床，便出发去了公司。唐潇下楼的时候，宫墨风刚刚回家。大哥，有时间吗？我们聊一聊。宫墨风点了点头。傲白去公司了。他不在。唐潇给他冲了一杯咖啡。你去找曲晓峰了？宫墨风没否认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宫墨风端起咖啡抿了一口，思索了一会儿，找了一个最恰当的词：她是我前女友。唐潇差点被咖啡呛住了，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宫墨风说起了自己当初未生病之前和曲晓峰的事情。唐潇这才知道，原来曲晓峰和宫墨风竟然早早的认识。那你中毒，我相信不是他做的，但是他阻止不了。宫墨风自从知道唐潇见到了曲晓峰之后，就不断去找对方，想要知道对方当年为什么突然离开。曲晓峰见到他的时候，倒是没想象中那么诧异。你康复了，恭喜。那是对方见到他的时候
说的第一句话，唐潇缓缓开口：“他是佛建校组织的人，他这一次出现在临城当老师，只怕是……放心，我会处理。”基于对方和龚墨风有这么一层关系，唐潇也没再多说什么，而是选择相信他。不过让唐潇没想到的是，曲晓峰主动联系了他，两个人约定在曲晓峰所在的高中教学楼见面。唐潇直接赶过去，而对方依旧是那副打扮，眼镜黑发，隐藏得很好。找我来有什么事情？上头知道你是龚家未过门的媳妇，想要你帮忙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当年龚叶林拿走的芯片找出来。曲晓峰这么问，看来龚墨风也没告诉他全部的事情，于是说道：“什么芯片？龚叶林不是死了吗？而且组织和龚叶林有什么关系？”曲晓峰只是淡漠地开口：“其他事情你不需要知道，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。”唐潇随意拿起一本书翻着，说道：“你不告诉我前因后果，我怎么做事？到时候拿错了东西，你又要怪我。”曲晓峰看着唐潇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随后才缓缓说道：“前2天龚家遭到袭击，你应该知道。”“龚叶林当年和组织合作的时候，偷拿了组织的一块芯片，现在想要将这块芯片拿回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”果然，当初龚叶林合作的人就是佛建校组织的人。唐潇好奇道：“我加入组织这么久，什么时候去见老大，表明一下我的忠心呢？”曲晓峰收拾着东西，该见你的时候，自然会见你。说着，曲晓峰递过来一颗药，唐潇二话不说吃了。这个是仙羽的解药，只是曲晓峰不知道，唐潇已经将仙羽的毒给解了。你们组织派了那么多人都没能拿到芯片，我一个小姑娘，难度就更加大了。到时候我拿不到，你们可不要怪我。说着，唐潇起身，伸手搂住他的肩膀：“我最近研究一款药物，需要一个大型的实验室，你去帮我准备一下。”曲晓峰刚想说什么，唐潇却道：“当初你们组织要求我加入，可是答应过给我提供最顶级的配置和帮助，不会有假吧？”“没问题。”见曲晓峰答应，唐潇这才离开。既然佛建校组织已经开始行动，他们也不再坐以待毙。晚上的时候，唐潇主动去了之前的夜店。之前的调酒师说过，1周之后这里会有好东西给他看，还让他不要告诉任何人。龚傲白今天很忙，他便没有告诉他，而是一个人去了之前那家夜店。调酒师自然一眼就认出了他，说道：“你可算来了。”唐潇笑着：“你说的好东西，什么时候上场？”“不着急，晚上10点准时开始表演，眼下时间还早，不过是晚上8点，距离10点还有2个小时。”他拿出手机给龚傲白发了消息，表示自己今晚有事，要迟点回去。“好，我这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结束的话我再给你发消息。”“成。”放下手机，调酒师给他推来一杯饮料，冲着他眨了眨眼睛：“这杯我请客。”第225章极品奴隶。唐潇端起来抿了一口，确定没问题之后，这才放心地喝下。这里到晚上8点的时候，夜店里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唐潇看着时间，一点一点地来到了9点半的位置，周围自然有不少人搭讪，都被唐潇赶走了。闲来无事的他和调酒师学起了调酒，对方直夸他有天赋，不错，教1次就会了。不过事先说好啊，自己调的酒自己喝完。唐潇这杯酒调的度数很低，他端起来大口地喝了一口，味道还不错。调酒师擦拭着酒杯，目光看着手中的杯子，玻璃杯倒映着他那张带着几分狡黠的脸。“你知道这里的10点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”“什么事情？”“这家夜店在圈子里可是闻名的烧金窟，而10点之后，帷幕真正拉开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买卖。”唐潇抓住关键词：“所有东西。”“不错，所有东西，贵重的物品，市面上买不到的药物，枪支弹药，甚至是人。”说着，调酒师放下杯子，看着唐潇，缓缓露出一丝笑意：“
我可是好久没有物色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了。之前你朋友在，不方便动手，没想到你一个人真的来了。”唐潇微微皱眉，自然察觉到不对劲。突然，他感觉到一阵恍惚。唐潇难以置信地看向自己刚刚的酒杯：“你让我喝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安眠药而已，不会有危害。你只要睡一觉起来就好了。”眼看着对方的笑容越来越放肆，唐潇暗道不好。可是很快就上来2个人，直接将昏睡的他扶了下去。“龚总，来这里的人都不愿意透露真实面容，你还需要遮挡一下。”苏远给龚傲白递过来一个黑色的面具，龚傲白将其戴上，和他一起从 VIP 的通道进入了夜店。苏远这些天一直在调查这个夜店，今天他发现上次和黄妈接头的男人再次出现，而且夜店这边1个月1次的 VIP 活动也准备开始。所以龚傲白和唐潇声称有事，自己这留下来看看。这里表面上是个夜店之外，棋牌、赌博、女人样样占据。当然，这还不是全部，真正让人心动的就是这个专属 VIP 才能参与的拍卖活动。除了一些古董字画、珠宝还有保护动物之外，那些人最喜欢的就是奴隶。有些奴隶干净，有些奴隶漂亮。眼下这个社会自然没有奴隶一说，可是总有些上位者习惯了被人侍奉，当帝王般拥护着的日子，他们会享受这些奴隶带来的侍奉。毕竟养一只奴隶，可比养一只狗合适多了。苏远看着台上被带上来的人，眼神里满是震惊。这个宋家胆子真大，竟然敢让手下的人去做这种事情。眼下被带上来的是一个浑身充满肌肉的男人，一个项圈被戴在男人的脖子上，其中一头被人牵着。这个奴隶身体好，你想要他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壮得像是一只熊，可是忠诚的又像是一只狗，看家护院可比狗强多了。起拍价10万，10万能买卖一个人。其中有女人举起了竞拍的牌子，一阵你追我赶中，价格到了50万。接下来对方又拉上来一个小女孩，苏远坐不住了，这群人疯了吧，连孩子也不放过。小女孩的脖子上同样也戴着项圈，怯生生地看着众人。主持人一把抓住了她的下巴，笑着对众人说道：“大家看她的眼睛，是一瞳，这孩子是混血，你看看这脸蛋，将来长大了肯定是个大美人。而且她也乖，你让做什么就让做什么，伺候人的本事可是一等一的，年纪才12岁，各位可不要错过。”龚傲白阴沉着脸看着这一切，目光一一扫过台下的众人。不过这些人的脸上都戴了面具，想要在这么一群人当中找到和黄妈联系的那人，自然是不容易。最终，这个小女孩以80万的价格被人拍下。苏远愤愤咬牙，低声道：“这群人简直是疯了。”龚傲白缓缓开口：“让人准备。”是，他们这一次来，除了要抓住和黄妈联系的那人之外，还要将宋家这一条灰色产业链完全铲除。下一秒，一个1人高的铁笼子被几个女工作人员推了进来。主持人故作神秘：“各位，今天我们格外给大家拍卖一个极品，100万起拍。”话音刚落，立刻有人不屑地开口：“尚老板，我们连是什么东西都没见过，你就要开价100万，是不是操之过急了？但凡这个奴隶值100万，我们自然会拍。”对方笑着，从容不迫道：“各位别着急，这个奴隶可不好找，是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的。我敢保证，对方肯定是极品中的极品。”说着，尚老板掀开了铁笼子上的白布，只看见一个女孩子双手都被捆上了锁链，困在笼子里。她的脖子上同样戴着项圈，眼睛紧闭，就像是睡着了一般。全场忍不住发出了倒吸凉气的声音：“好漂亮！”苏远睁大了眼睛，满是难以置信：“这不是夫人吗？”被困在笼子里的人正是唐潇，没有错。此时的他身上只铺着一件薄纱，曼妙的身材若隐若现，他的脸上也画着极为精美的妆容。
此时安静的睡着，就像是沉睡的天使一般，让人不敢打扰。此时的后台，宫傲白苦苦寻找的人也在内，他双手环绕在胸前，盯着唐潇，眼神里带着贪婪。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为什么没送到我的房间？其中一个女人陪着笑：“赵先生，你是不知道呀，这个女孩呀，是今天才送上门的，就9点半才被带到我这。我这里的小姑娘们给她收拾打扮的时间都不够，10点就要给拉出来了，不然怎么不会先来孝敬呢？”赵元死死地盯着唐潇，眼神里满是不甘。旁边的女人继续说道：“赵先生，这奴隶我们这里还怕少吗？等到下一次，我肯定把漂亮女人第一时间送你房间里去。”听到对方这么说，赵元这才冷哼了一声，算是回复了。这边的主持人还在激情澎湃地说着：“各位，你们难道不想看看这片薄纱之下是怎样婀娜多姿的身材吗？这幅绝世倾城的面容，生气、难过或者开心的时候是怎样的表情吗？100万，开拍。第226章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”宫傲白面色难看得厉害，苏远在一边低声劝阻道：“宫总，别冲动，夫人脖子上的项圈是特殊装置，需要钥匙，不然蛮力拆除会爆炸。我们先冷静。”而这边竞拍的价格已经一路飙升，直接到了800万。宫傲白面无表情地举起牌子：“5000万。”听到这个价格，其余人纷纷一愣，纷纷朝着这边看来。不过800万直接到5000万，这个跨越度也不是一般人能要得起。5500万，1个亿，来这里的每个人资产都经过检验。1个亿，主办方既然没有叫停，那就说明对方有这个资本。很快，其余人不再举手。这个奴隶虽然倾国倾城，可是这1个亿只是为了一个女人，不值当。拍卖成功之后，可以等拍卖结束带走奴隶，亦或者现在就办理手续领走。宫傲白担心有变数，再加上唐潇现在昏迷不醒，他必须第一时间将唐潇护在身边。工作人员让他去办理手续，这样才能将人带走。那人现在在哪儿？那个奴隶就在你的房间。对于这种奴隶，一般都是放在休息室，雇主可以直接在休息室里方便，也可以将人带走。我要先见到人。这宫傲白声音一沉：“怎么，你只是说不能将人带走，我连看一眼都不行吗？对方好歹一个拍卖就花费上亿，这样的大客户他们自然不敢得罪。而且这里的夜店戒备森严，他们在房间里也无法将人带走。”对方立刻笑着说道：“可以，当然没问题，您随我来。”很快，宫傲白就被带到了一处走廊，这里有很多包厢，每个房间里都关押着所谓的奴隶。终于，一行人来到一处房间，工作人员给他们打开了房门：“您的奴隶就在房间里。”他们打开了房门之后，做了一个请的动作。宫傲白进入之后，工作人员甚至贴心地给他们关上了房门。宫傲白快速来到唐潇的身边：“潇潇。”唐潇昏昏沉沉，他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在叫他，可是他却无法睁开眼睛。关押着的铁笼上了锁，苏远立刻掏出随身的瑞士军刀，上面还依附着各种小工具，立刻上前掏出一根铁丝插入锁孔，用力一拧，铁笼的便被打开了。宫傲白上前：“潇潇，醒醒！”看着唐潇这副打扮还昏迷不醒的样子，如果他进来没来这场拍卖会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宫傲白的眼神越发凶狠，解开了捆绑着唐潇双手的锁链，还有脖子上的项圈之后，宫傲白立刻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的身上。苏远倒了一杯水递过来：“宫总。”宫傲白接过，给唐潇喂了点。嗨嗨，唐潇微微睁开眸子，看到宫傲白的一瞬，又忍不住闭上了眼睛。那股子昏昏沉沉的感觉还没消失，他实在困得厉害。如果不是多年来的抗药性，他这一觉得睡到天亮。潇潇，按我百会穴、合谷穴，还有风池穴。宫傲白立刻照做。唐潇清醒了一点，又道：“帮我天枢穴，用力点。”宫傲白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，
忍着点。男人一拳砸向唐潇的腹部，很快，刚刚喝进去的酒水被一道吐了出来了。没事吧？唐潇摇摇头，这个房间装修的不错，就连洗手间都有。他漱了漱口，洗了一把脸，看到镜子里这副打扮，差点没把他自己恶心到。什么玩意儿？宫傲白追进来，先把衣服披着。眼下也只能这样。唐潇愤愤道：“原来这家夜店的调酒师都是一伙的，故意骗我，给我下安眠药。”宫傲白揉了揉唐潇的脑袋：“你涉世未深，哪里比得上他们老奸巨猾？放心，今天的仇我一定给你报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宫傲白把刚刚拍卖场上的事情说了，知道这里竟然拍卖保护动物不说，甚至还贩卖人口，小孩也不放过，简直太可恶了！这群王八蛋，看我不掀翻他们的老巢！别急，我让苏远都安排好了。很快，门内的人见宫傲白进去有些时间了，便礼貌性的敲门催促：“先生，时间到了，等到将奴隶送到您的府上，您想要怎么逍遥就怎么逍遥。”进来，对方打开了房门，结果刚刚进来就被苏远打晕了。他立刻扒下对方的衬衣和裤子，统统拿给唐潇，又顺势拿过了对方身上的钥匙。唐潇有些嫌弃，但是眼下也是没办法，只能先换上。门口并没有守着的人，而苏远这边也通知了手下的人开始行动。很快，整个场所的灯瞬间熄灭了。怎么回事？快去配电室看看！紧接着，一处房间内冒出整整烟雾，不好了，着火了！快来救火！工作人员纷纷朝着着火的地方跑去，而唐潇他们则是逆行往上，找到了他们藏着奴隶的后台，一些保护动物，还有古董字画等等，已经送到了这些人说的指定地点。可是奴隶，这些有钱人自然是喜欢等下一上车就能拥有，所以并没有秘密送回，而是等到拍卖结束一同回去。这也刚好给了唐潇他们拯救的时间。奴隶一看到他们三个人，眼神里满是防备和恐惧。唐潇柔声道：“你们别怕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”面前的小孩看着唐潇，有些瑟瑟发抖。可是外面却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喊声，吓人的紧。看着这孩子也不过宫卓越的年纪，唐潇有些心软，缓缓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不怕不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”说着，他用钥匙给小孩打开了镣铐。其余人见状，这才相信唐潇是真的来救人的。他们有些是没落的贵族千金，有些只是普通人，却因为美貌给自己带来了危险。也有些人是质朴的农村人，只是因为别人说赚大钱就跟着出去了，结果没想到是被卖了。他们人数多，带着出去自然也是有些问题。第227章，别伤到他，你带着他们先隐藏好，我去把人引走。唐潇不放心地看了一眼宫傲白，对方摸了摸他脑袋：“放心，我有分寸，你千万要小心。”宫傲白悄无声息地出去。很快，外面再次传来了动静，远门朝着这边冲来的保安们纷纷朝着宫傲白离开的方向跑去，趁着没人看守，唐潇这才带着那些人离开。都跟着我，小孩走中间。这伙人十分配合的点点头，其中壮硕的男人自觉地走到队伍的末尾。这里是夜店的地下室场所，所有人都纷纷朝着上面跑。而上面也早已经被宫傲白派来的人制造了混乱，乱作了一团，所有人都自顾不暇，根本没注意到唐潇带着人出来。唐潇带着人往地面上走，结果刚刚从底下出来，就发现这里的门口竟然还守着人。对方看到唐潇，立刻怒睁着眸子，挥舞着棍子朝着唐潇的脑袋砸去。唐潇抓住对方的手腕，用力一拧，再抬脚对着对方的腹部猛地一踢，对方瞬间便被打翻在地。唐潇又补了一脚，将人踹翻，走。可是没想到，他们还是引起了那伙人的注意。这些奴隶在他们的眼里可不是人，而是钱。如果这些人跑了，那么他们也完蛋了。这些人一个人都不准走，
此时的夜店内早已经乱作一团，正常的顾客吓得纷纷逃跑，哪怕看到了现场，也不敢留下，更加不敢多管闲事。很快，10几个服务生模样的人手拿着武器，挡住了唐潇他们的去路。唐潇看了一眼身后的人们，你们自己躲好了。他摸了摸衣兜，结果发现银针和药包都不见了。这群王八蛋给他换衣服，把他银针和药包都拿走了。顾不得他思考更多，面前的人已经冲了上来。唐潇直接抄起桌面上的酒瓶子，直接冲了上去，避开了对方迎面扫来的铁棍，一瓶子直接将面前的服务生爆了头。趁此机会，他一把拿过这人手里的铁棍，直接砸在接下来几个人的身上。唐潇的动作快，每一下都打在这些人的穴位上，几个人瞬间倒地不起。面前的人没想到唐潇一个小丫头竟然这么能拿，自然不敢小看。突然有人开口道：“这个女人刚刚拍到了1个亿，给我把她抓住，我给谁500万。”唐潇这个价格的奴隶，要是真的跑了，那是多大的损失，根本无法估量。其余的人听到500万这个金额的时候，眼神瞬间亮了不少。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有人握紧了匕首，直接冲着唐潇冲了上去。别伤到他！拿着匕首的手身手比之前那些人厉害很多，竟然能接下唐潇好几招，而且对方块头大，下手猛。唐潇握着棍子都被震得虎口发麻，这人有点难缠。那人见唐潇有些吃力，眼神里的笑意越发凶狠：“你最好乖乖的，我可不想你受伤。”唐潇冷笑一声：“试试看。”对方再次猛地朝着唐潇跑来，手中的匕首直直地朝着唐潇刺去。唐潇快速侧身避开，可是对方就像是早就料到了他会有这样的动作，竟然直接从桌上拿起了烟灰缸，朝着唐潇吹去。一阵烟灰散落，唐潇只感觉眼睛一阵酸涩，紧接着腹部传来一阵剧痛，整个人被重重地踹到了一边的吧台上。他费劲地想要睁开眼睛，可是因为烟灰的影响，他只感觉眼前模糊一片，根本看不清。呵呵，小姑娘，和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这群王八蛋竟然使阴招。这个时候，唐潇一直护着的那些人纷纷举起旁边的酒瓶子，朝着大个子砸去。在这里什么都缺，就是酒瓶子多。这些人也都知道，如果没有唐潇，他们再次被抓回去，过的日子比狗都不如。这样的日子，他们自然是不想继续过下去。于是他们纷纷开始了反抗，无论是女生还是小孩，纷纷拿起旁边的酒瓶子，不断地朝着大个子砸去。大个子虽然会躲避，但是也耐不住他们人多，酒瓶子也多，只能一步步退让。其余人想要上前，可是这满地的酒瓶子实在是无从下脚。其中一个女生快速来到唐潇面前，拿起水冲洗着唐潇的眼睛，着急道：“怎么样，好点没？”唐潇试着眨了眨眼，没事了。女生急忙扶起唐潇：“你小心点，要不我们……”看着对方眼底的担忧和慌乱，唐潇安抚道：“没事，既然带你们逃出来了，就不会让你们有事。”唐潇起身，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掐在指尖。那人看到唐潇再起身，再次冲了上来。毕竟这可是行走的500万，一夜之间他就能翻身了。下一秒，唐潇将计就计，抄起瓶子就朝着对方砸去。趁着男人下意识避开的时候，将指尖的玻璃碎片弹了出去，刚好打在对方的穴位上。眼看着壮汉身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众人刚要松一口气，结果就看见一个男人正盯着他们看。站在唐潇旁边的女生胆怯道：“就是他，把我抓来的是他，他很厉害。”这个人倒是有点眼熟，唐潇记得和黄妈联系的男人就是他。你是谁？赵元嗤笑一声，眼神里带着阴险。你没必要知道。对方身材不高，上半身的肌肉也不算十分发达，可是双腿却健硕的吓人，就像是很快就要撑破了裤子冲出来一样。
对方额上青筋凸起，眼睛里带着血丝，手指指甲颜色也不对，再加上这副样子，这个人不对劲，似乎是利用了某种药物才达到现在的体型。可是正常人依靠药物变成这样，身体势必会遭到反噬。对方的速度很快，而且弹跳力惊人，一腿扫过来的时候，力气大到唐潇竟然招架不住，整个人再次被踹飞。就在唐潇已经自己会被重重摔出去之后，一双手拦腰接住了他，将他拥入怀中。没事吧？是宫傲白，对方回来了。唐潇摇摇头，没事。他起身还要上前，结果宫傲白却拦住他，递给他一个东西，正是他丢失的银针和药包。你歇着，这个人我来对付。苏远，带着他们先离开。唐潇连忙道：这个人不简单，应该是通过药物改变了身体，你要小心。第228章骗局。苏远带着其余的人先离开，可是唐潇担心宫傲白，只是对着苏远说道：你先走，夫人，您小心点。说完，苏远便先带着人朝着门口跑去。这家夜店是宋家门下的，这里面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，自然不能曝光，所以宋家安排了大量的人守着，知道这边被人闹事，过来增援的人一波接一波。苏远好不容易将人带出来，宫墨风带着人也到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人都救出来了，都在这儿。宫总和夫人还在里面，他们找到了皇妈之前的联系人。宫墨风点点头，对着身后的人开口道：你们带着他们先走，其余的人跟我来。此时夜店大厅，宫傲白这些年虽然身体弱，可是一直注重调养，再加上唐潇给他解了毒之后，他也更加注重身体恢复。这段时间更是找了专业人士学习了不少，身手自然不错。不过面前这个男人，明明手部力量不大，身手也一般，可是那双腿的力量却不容小觑。而且他的腿就像是察觉不到痛苦一样，刚才明明已经错位，却已经用一个刁钻的脚步反击。宫傲白避开了对方的腿部攻击，直接打得他节节败退，一把扼住他的后脖梗，将人重重地压在地上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唐潇见状，立刻上前给他把脉。果然正如他预料的那样，这个人的身体里被注入了大量的不明药物，具体是什么，还需要分析检测了之后才能知道。这个时候，宫墨风也走了进来，看到他们立刻说道：没事吧？没事。行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宫傲白让人押着这人离开。今晚参与这场黑市拍卖的人，自然也是一个都跑不了。今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自然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。宋家一伙人也被彻查，哪怕不死，也会让他们大出血。抓到的这人名叫赵元，就是一个吃喝嫖赌均沾的小混混，原本就是个打手，结果有一天双腿突然变异了，打架也厉害，一直帮着拍卖场抓捕漂亮的女人，慢慢的也受到了重用。这些都是宫傲白让人调查到的，而且他们还调查到赵元每个月都要去一趟 KM 中心，这个地方根本不是赵元能去的地方，可是他每个月都会去一趟，待上1小时之后离开。至于 KM 中心里藏了什么秘密，赵元打死都不说。唐潇直接给人吃了土针丸，才套出一点秘密。他是去拿药，没有药他会死。至于是什么药，他们需要继续调查。唐潇也让萧云帮忙，利用设备分析了赵元身体的秘密。当对方将检查出来的报告发来的时候，唐潇微微一愣，这个数据和芯片上的数据有点像，但是又不是很像。当初他们进行着永生的实验，但是以为实验对象是人，宫叶林觉得实验惨无人道，最后偷走了实验数据，但是梦厂并没有停止实验，而且这些年一直不断改良，再次用在了人的身上。虽然和当年的数据不一样，可是有了其他的变化。这次的实验体没死，却发生了变异。脱下对方的裤子之后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双腿的变化。准确来说，这不像是人的腿，更像是某种动物的。调查到了这里，宫傲白也逐渐得出了结论：
佛见笑这个组织时隔这么久，突然对我们发起攻击，索要芯片，是因为他们也知道实验出现了问题，所以他们才想要原始数据。唐潇看着萧云那边发来的报告，小脸带着严肃。这个药不能用入身体，它会让人体的基因发生变异不说，每个月还需要药物控制，不然身体就会急速衰败。可是这个药物一旦吞服到了一定的量，这个人也活不久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所谓的永生药，实际上就是一场骗局。唐潇点点头，众人也都没有想到，从黄妈身上竟然可以牵扯出这么多东西。赵元被抓后，黄妈在不久之后也被抓到。被抓的时候，她隐姓埋名出现在机场，拿着这些年的牢仇，想着完美的去过下半生，却还是被抓住了。不过佛见笑这个组织不被铲除，他们就永远身处危险当中。于是众人商量之后，放了赵元，打算放长线钓大鱼。在将赵元送到警局的路上，司机故意肚子疼停了车，而赵元趁着没人发现，立刻挣脱了绳子下了车。对方不知道，他早就被人盯上了。而唐潇这边，林汉登门拜访，作为一个马上要高考的学生，竟然3天2头没去学校，每次打电话都应付了过去。可是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唐潇竟然还不来学校。潇潇这孩子这么聪明，可别浪费了天赋啊！龚老爷子点点头，让人给林汉泡了茶。老师，你别着急，我一定和潇潇好好说。这段时间，唐潇也是察觉得出来，所有人都很用功，班级群里聊天的越来越少，都是问去图书馆占座，以及放学去哪里做作业，咨询大题如何解答等等。林汉郑重道：高考很重要，就连平常很多不爱学习的人都天天准时去了学校。龚老爷子笑着：明白，明白。好说歹说，林汉这才回去，毕竟学校里一堆学生在等着自己，自然是不能出一点差错。此时另外一边，宋家，宋伯雄勃然大怒：你们糊涂是不是？惹谁不好？惹龚傲白的未婚妻。宋家明双手插着头发：爸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对唐潇下手，也是经过宋家明的同意。这个女人几次三番让他下不了台，他自然不会放过她。再说了，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。再说了，这个女人被拍卖出了1亿的天价，这次的事情摆明是龚家的人搞事情，他们有备而来。宋伯雄气得掏出药。如今整个夜店被封，手下所有产业被查，我们自己都已经成为了嫌疑人。如果不是被保释了，他们哪里还能坐在这里谈话？第229章，对付唐潇。龚家这一次确实老谋深算，但是我也得到了一个消息，龚傲白十分在乎他的女人。如果我们能抓到他的女人，就不信龚傲白不乖乖臣服。到时候别说一个夜店，整个龚家的产业，我相信也不在话下。听到宋家明这么说，宋伯雄却表示担忧：你以为那个丫头好惹？上次她在我们的宴会上直接破了我们的局，不然我们早就能拿下龚傲白和龚墨峰2兄弟了，还至于等到现在？爸，你们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们宋家如今也是4大家族之一，龚家迟早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而且你忘记了，我们现在可不是孤军奋战，背后的人他们自然也会帮我。你放心好了，损失一个夜店而已，肯定可以再回来的。再说了，现在交往的一个女人可是唐潇的妹妹。宋伯雄大怒：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女人？宋家明解释：你先听我说完。唐潇是张家原配生的女人，和如今的张家并不对付。这个张双双就是唐潇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她可以帮助我们对付她。再说了，张双双愚蠢，好摆布，我们可以利用她给龚家下点药，让龚家完全听命于我们。这种药物在我们老朋友这儿并不难拿到，不是吗？听到宋家明这么说，宋伯雄眼珠子微微一转：这方法可行吗？为什么不可行？龚家不想让我们好过，那么也别怪我们无情无义。以后这生意场上的东西，
公家还能不能像当年那样叱咤风云还不一定呢。宋家明脸上露出一丝邪恶的笑意。这一次龚傲白让他们损失惨重，这口气他自然不会就这么咽下去。佳明哥，你怎么突然约我来这边吃饭呢？自从上次生日宴宋佳明突然离开，张双双就一直联系不上宋佳明。而张江海的公司最近经营不善，之前合作的公司几乎纷纷停止了合作，也就几个想要巴结宋家的公司愿意合作，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下去了。张双双试图去找龚傲白，可是对方对他避之不见。没想到宋佳明突然找上他，还约在这么高档的餐厅，这家餐厅都是要提前1个月预定才行，这让张双双有些受宠若惊。想请你吃饭而已，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宋佳明笑得绅士，递过去一个礼盒，打开看看。张双双打开礼盒，里面是一条高奢项链。哇，好漂亮！佳明哥，你眼光真好，这条项链一看就价值不菲。张双双自然是喜欢。宋佳明笑着，我给你戴上。张双双娇羞地看着宋佳明，我好看吗？好看。宋佳明替她戴上项链，坐下之后柔声说道：上次的事情我一直过意不去，我也没想到手下的人办事这么不给力。张双双立刻接话：上次的事情也不是你的问题，都怪那个唐潇，那种包包也好意思拿到网上二手转卖，他就是知道大家喜欢这个包包的款式，所以拿着垃圾当新包卖，就是想要再捞一笔。宋佳明轻笑：你能这样想就好。这个唐潇，我也没想到是这种人。一说起唐潇，张双双满脸不屑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从小在山上长大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丫头，脾气大，性格也差，3天2头逃学不说，嫁给公家也是为了那高价聘礼罢了。说到这儿，张双双语气一顿，忍不住打量起宋佳明：不好意思啊，佳明哥，这些糟心事你应该不想听吧？怎么会？关于你的事情我都想听。这个唐潇既然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，那她怎么说也是张家人，听上去嫁的也不错，没帮衬家里。我听说你们家最近遇到点麻烦，她那个没心没肺的贱女人怎么会想着帮助我们？你不知道，我们把她当家里人，人家未必同意呢。之前她还给龚傲白吹枕边风，对付我们家，这种女人啊，坏透人。宋佳明缓缓说道：需不需要我帮你？张双双一脸好奇：佳明哥，你有办法帮我对付那个贱丫头？当然，她再厉害，也不过是个女生而已。我怀疑她是给龚家的人下了迷魂汤，不然龚家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听一个没背景没权势的小丫头？这个时候，服务生端着餐点上来，宋佳明绅士地替他切好牛排，递到他的面前。旺的人怎么能让他这么欺负？我相信你家里人也不想被他踩在脚下。张双双有些脸红心跳，他接过餐盘：佳明哥，你有办法？我最近听朋友说，现在确实有一种药物，名叫迷魂汤，吞下去的人就能乖乖听下药人的话。或许我可以帮你搞到一点，你可以让唐潇不再欺负你们。张双双没想到世上还真的有这么厉害的东西，立刻睁大了眼睛：佳明哥，你真的可以帮我拿到迷魂汤？宋佳明不以为意，看着张双双眼神里的心动和贪婪，眼神里的笑意越来越深。当然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。好，如果真的有了这玩意儿，他就可以让唐潇跟条狗一样跪在自己面前，乖乖臣服了。这就是你说的芯片？唐潇点头，如假包换。曲晓峰伸手去拿，可是唐潇并没有给。等等，我还要问组织哪个东西？曲晓峰扫了他一眼：什么东西？万神花。曲晓峰皱眉：你不要胡乱编造。唐潇却道：我可没有瞎编乱造的，当初我加入组织，可是说好提供给我最高级的帮助，给我高级实验室和药草。如今我打算做一项研究，刚好需要万神花。怎么，我第一次开口，组织就不想给了？曲晓峰闻言这才说道：组织自然会帮你去寻找，
我会和上级禀报。我还是不相信你，毕竟你在组织里也算高层吧？你都不知道万神花，你们组织里其他草包能知道？你什么时候回组织？我和你一起去。不等曲晓峰拒绝，唐潇继续说道：“我怎么说也是你们组织十分注重的高阶人才，把我纳入麾下之后就不受重用了。那我加入你们组织做什么？”曲晓峰轻笑一声：“你想多了。我们老大这一次点名要见你。”第230章，你有2个小时的时间。既然对方这么说，唐潇自然不会拒绝。加入这个组织这么久，总算是能和这个藏在背后的男人见一见。行，我回去准备准备，现在就跟我走。曲晓峰根本没给唐潇准备的时间。行，好在他这一次来找曲晓峰，就已经留了一手。曲晓峰开车，而唐潇则是开着摩托车一路跟着。上一次老宅被袭击之后，唐潇的摩托车也重新进去了维修。这一次，他的摩托车技能也升级了一番。要不说这些人胆子大呢？唐潇没想到这伙人的老巢竟然在废弃的工厂。乍一看这里荒无人烟，结果这伙人在地下室搭建了基地，顺着电梯来到地下3层。一进来便是指纹解锁，来到第2扇大门便是瞳孔解锁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面的东西十分贵重，不然也不会这么重视。第2扇大门打开之后，唐潇便看到许多穿着白大褂的人在这里工作。可以说，这里是一间巨大的实验室。唐潇突然想到之前新片里看到的视频，或许视频里的视频基地就是这里。曲晓峰带着唐潇朝着里侧的实验室走去。这是一间巨大的实验室，唐潇一眼就看到了孟昶，对方坐在轮椅上，戴着无框眼镜，面色和善，看着斯斯文文。唐潇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和视频里没区别。孟昶的后面还站着2个人，一个是徐晶，另外一个正是嫣红。此时他们的目光纷纷透过单向玻璃看向里面的实验室，只见一个人躺在试验台上，手脚被束缚带束缚着，闭着眼睛，看上去像是昏迷了。只见几个穿着耳白大褂的人正在往对方的体内注射着什么。注射完毕之后，他们便默默地守在一侧。唐潇皱眉，他们这是在用人来做实验。很快，实验室里的那个人突然睁开了眼睛，表情狰狞。太阳穴以及脖颈的位置青筋凸起，看着吓人。对方发出痛苦的哀嚎，可是没过一会儿，哀嚎声渐渐小了下去，下一秒便一动不动了。里面的白大褂走出来，摘下口罩，对着孟昶摇了摇头：“实验失败，处理干净。”明明一个人被他们杀死了，结果却还能这么轻描淡写地说着，就像是处理一袋垃圾一样。孟昶对着对方说完，转身便看到了站在一边的唐潇，倒也没有觉得诧异。我们总算是见面了。唐潇双手微微握拳，可是脸上不显。孟昶继续说道：“我一直很想见见你，听说你医术高超，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。”旁边的嫣红双手环绕在胸前，对着唐潇说道：“跟我来吧。”唐潇不解，但还是跟了上去。嫣红打开了一道门，冲着唐潇扬了扬下巴。谁知唐潇刚刚进去，嫣红就锁上了房门。她阴冷地笑着：“里面有各种草药，你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让自己活着出来。”这个时候，房间里灯光打开，唐潇这才发现，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，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草药。下一秒，头顶的通风口吹进来一阵白色的烟雾，是毒气。眼下四周都被封死，唐潇根本出不去。曲晓峰见状，皱眉：“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嫣红悠开口：“这么慌做什么？他要是有能耐，就死不了。”曲晓峰看向孟昶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对方的主意，不然嫣红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。老大，之前不是你让我去将唐潇收入组织，为什么还要杀了他？孟昶透过单向玻璃看着唐潇，眼底闪过一丝意味深长。当初我就是看中他的能耐，现在不过是到了验证的时候。曲晓峰看着室内的唐潇面色苍白的样子，
忍不住继续说道：“可是芯片还在他的身上，那又如何？”孟昶的眼底没有丝毫波澜。唐潇就像是小仓鼠一般，死了就死了，对他毫无影响。也对，哪怕唐潇死了，芯片他们也能拿回来。曲晓峰看着房间里的唐潇，眸色幽深。2个小时，唐潇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，去他个仙人板板！唐潇看到房间里冒毒气的那个，就知道自己被设计了。这狗东西竟然这么玩他！这毒气中含有各种毒物合成，长期待在这样的密封环境里，皮肤会刺痛瘙痒不说，咽喉也会出现不适、水肿，最后窒息而亡。不过，这伙人并不是想要唐潇死，而是留下了不少中药在这里，其中就有解毒的中药。唐潇第一时间封住了自己的筋脉，缓解血液流动，然后借助桌子翻身而上，堵住了出烟的位置，最后快速找到解药，给自己熬制汤药解毒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孟昶看了一眼手表，才过去了1个小时。开门，嫣红这才不紧不慢地开了门。唐潇毫发无伤地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冷声道：“第一次见面，你们就送给我这么一份大礼，我不回礼，太不礼貌了。”下一秒，嫣红发现自己的胳膊迅速起了一层红疹子，紧接着她的胳膊、脖颈，包括脸颊和身体也跟着瘙痒起来。“你对我做了什么？”“放心，死不了。既然你们是我日后的同事，我也要考验你们合不合格，这样才公平。你说对吧，孟教授？”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唐潇竟然还能研发出毒药。孟昶笑着鼓掌：“不错，不愧是我看上的人。”嫣红不爽：“老大，唐潇说了，小小的毒死不了，你自己解毒去，别让他看了笑话。”嫣红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唐潇，匆匆离开。孟昶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：“芯片在你那里，看了。”唐潇毫不掩饰：“当然，你也没说不能看，给我。”唐潇将芯片交出去。曲晓峰看了他一眼，推着孟昶的轮椅朝着办公室走去。对方插入芯片，依旧是需要破译的密码。他尝试了几下，最终破解。不过唐潇没有告诉他，这组密码是他解密之后重新设计的。不难，孟昶很快就将芯片里的东西看了一遍。就这些，就这些，不然你以为还能有什么？第231章，你不该参与进来，让曹毅清过来。曲晓峰点头，出门。孟昶在这个时候看向唐潇：“看什么？”听着唐潇略带冷酷的声音，孟昶笑了笑：“你不怕我？怕？你刚才不都快要把我弄死？”孟昶轻笑着：“小姑娘，不要那么记仇。我这么做也是挑选合适并且有能力的人来参加我的实验。这个芯片里的内容你也看了，我们在做一个伟大的实验。如果这个实验能成功，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有多少人能免于苦难？这个借口也不知道孟昶骗了多少人。当初龚叶林和他合作，或许也是冲着这个美好的愿望。可是人类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而且失败的研究方向加上残忍的实验，这些年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所有人，这个实验是错误的。可是孟昶却乐此不疲，难怪他盯上了唐潇，就是看中了他一身的本事。帮你做实验，我有什么好处？总不能是感谢你刚才的不杀之恩吧？听到唐潇这么说，孟昶全让当作小孩子的年轻气盛，笑着说道：“当然，我对我手下的人向来大方。”说着，孟昶拿出一张卡：“这里是500万，算是见面礼，密码6个0。等你以后参与到实验中，给我们研发出有价值的东西，这笔钱只多不少。”唐潇接过卡，塞入兜里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钱多，而且如果对钱不感兴趣，无欲无求，那么孟昶这个人会更加忌惮。唐潇继续说道：“我还要万神花，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给我。”孟昶一口答应：“行，完全没问题。”很快，曹毅清过来了，看到芯片里的数据，很是激动。“我这就告诉他们去。”孟昶说道，“让唐潇跟着，以后他会是你的得力伙伴。
曹义清看着唐潇，满是疑惑：“他还是个学生吧？物理化学明白了吗？”孟昶笑着：“这一点就不用你担心了，他的能力会让你惊艳的。”曹义清带着唐潇来到实验室，他发现进入这个实验室竟然也需要瞳孔解锁。曹义清拿到最新的芯片上的资料，迫不及待地继续开始研发。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资料上的重要数据他已经做了更改，包括这个视频本身就不是一个完整视频，而且里面的药物作用发生反应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他们哪怕最后知道这个数据有问题，一时半会儿也怀疑不到唐潇的头上。唐潇在这里待了半天，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流程，故意进进出出，也让曹义清给自己录入了瞳孔。晚上他要离开，曹义清看了他一眼：“你不知道，参与这次实验的人吃住我们组织全包，潜台词就是不能离开这里。”唐潇却早就准备好了说辞。可是后天高考，曹义清皱眉：“你是一个高中生，还是全校第一，有机会考省状元那种。要是学校里知道我没去考试，肯定会找到我家里。我家里人知道我失踪了，肯定会报警。而且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的家庭背景也不是很厉害，临城4大家族之一。”听到这么说，曹义清颇有些动摇：“我去问问。”你等着。知道对方是要去询问孟昶的意见，所以唐潇并没有在意。很快，曹义清这边得到消息，唐潇可以离开，但是曲晓峰会陪着他。毕竟曲晓峰如今的身份是老师，陪着出发去考场倒也合理。两个人一起离开组织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曲晓峰走出基地，看着唐潇，意味深长地开口：“你不应该参与进来。”唐潇双手却是双手插兜，有什么应不应该的，做都做了。曲晓峰抿了抿唇：“今天的事情是我没考虑周到，抱歉。”唐潇倒是没想到曲晓峰竟然会和自己道歉。他看着曲晓峰，突然起了一点八卦的心思：“龚墨峰去找你了吧？看得出来他对你念念不忘。”曲晓峰直接朝着车子走去，没回答。唐潇却不依不饶：“当年龚墨峰身上的毒是你下的吗？”曲晓峰脚步一顿，没解释，径直上了车。龚叶林当初和孟昶合作，而曲晓峰出现在龚墨峰身边，自然不是巧合。可是看着龚墨峰这么在乎曲晓峰，两个人关系肯定不简单。唐潇拿出手机，给龚傲白发了消息，报了平安。这一次他跟着曲晓峰来这里，自然也是开了实时通话，以防万一。好在唐潇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摆脱了困境。等到唐潇回到家，龚傲白立刻上前：“回来了。”唐潇点点头，示意他放心：“我没事。孟昶的老宅我们已经有了定位，我和大哥这边也会召集人马，直接将这些人拿下。”唐潇点了点头：“我这就去画平面图，先不着急，马上高考了。”你？唐潇轻笑：“这次高考我不参加。”龚傲白立刻紧张起来：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刚刚哪里不舒服？”刚才在电话里听到孟昶那伙人对唐潇出手的时候，龚傲白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唐潇救出来。他护在手里的人，这个组织算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这么对他？唐潇看他这么慌张，这才解释了自己不去高考的原因。龚傲白脸上止不住诧异，他没想到唐潇竟然有这样的能耐。你14岁便参加了高考，而且还是省状元。当初我的师傅和师兄都觉得不能耽误我，于是让我早早地参加了高考，然后被大学的少年班录取，一路破格进修，比一般人提前了几年毕业。龚傲白的脸上满是难以掩饰的诧异，这哪里是提前了几年，这是其他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。这个时候，林叔上前说道：“二少，少夫人、张夫人和张小姐来了，就在门口。”好端端的，向兰芝和张双双过来做什么？唐潇不乐意搭理，可是向兰芝却不顾阻拦，直接走了进来，一脸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哎呀，潇潇，还生阿姨的气呢。”
上一次双双生日，惹你不高兴了，我在家里一宿一宿的睡不着。这一次过来，特意给你赔礼道歉的。第232章，把他们都赶出去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一点，就连龚卓越都明白。张双双跟在向兰芝的身后，看着他们便立刻说道：“唐潇姐姐，上次是我不对，是我虚荣了。我真的很想和说你句对不起。这不是马上高考了，到时候考上大学，你我可能很长时间就不能见面了。我一想到这个就心痛，所以想着无论如何我都要和你道歉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身上有血缘上的关系，这一点是无法扼杀的。我不想爱你个，让我这辈子活在悔恨当中。”唐潇双手环绕在胸前，目光冷冽淡漠。你们张家的人没去演艺圈发展，可惜了。这么爱演戏，这厚脸皮的程度，我真的是望尘莫及。哪怕唐潇这么说，向兰芝的脸上还是带着笑意。哎呀，什么张家不张家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就算你不想认我这个妈，可是双双怎么说都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呀。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就让妹妹。我这一次是真心实意来道歉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。向兰芝拿出一串翡翠珠宝项链，市场价值大概上百万，这个价格不便宜。不过张家也不是出不起，只是没想到对方愿意花这钱在唐潇身上。我不需要。向兰芝瞬间一红，潇潇，我都这么道歉了，你还不原谅我们吗？我们遭遇到的惩罚也够多了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狠心又如何？对你们我讲究什么仁慈？张双双心里愤愤，她和向兰芝这么低声下气，结果对方根本不领情，反而还这般贬低。她刚要反驳，却被向兰芝一个眼神给劝住了，随即热泪盈眶。唐潇姐姐，你果然就这么恨我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就打我骂我，直到你原谅我为止。说着，张双双就去拉唐潇的手，却被对方避开。龚傲白对着刘叔开口道：“把人给我赶出去！潇潇，二少，二少，二少！”刘叔不顾二人的呼喊，直接将他们都赶了出去。张双双把心一狠，直接跪了下来：“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”向兰芝无法，也只能跟着一起跪下。虽然此时不是正午，可是日头依旧毒辣，再加上大理石地面粗糙，向兰芝和张双双两个人很快就承受不住。张双双不爽，低声咒骂道：“我们早就应该清楚的，这个唐潇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”向兰芝看了一眼手表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。”果然，几分钟之后，老宅外面传来了一阵吵闹的声音。唐潇坐在客厅内，自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吵闹声。刘叔，外面怎么了？上次老宅这边受到重创，这边记者就没停过，一直在外面转悠着，都想拿着一手的访谈。原本都已经安抚好了，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。刚才他们看到张家母女进来，还以为有什么新的进展。刚刚月月小姐放学了，被挡在了门口，所以才有了躁动。很快，大门打开，有个记者竟然不管不顾闯了进来。对方眼尖，一眼就看到了跪在院子里的张双双和向兰芝。龚卓越小姐，请问不远处跪着的是张夫人母女吗？请问他们是做了什么惹你们不高兴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会跪在地上呢？其他记者看到了，纷纷涌了进来，纷纷想要拿下第一手新闻。这里的动静把龚老爷子也惊动了。林叔急忙护着龚卓越离开了记者的包围，又让人将这些记者轰出去。可是其中就有刚才那个冒犯的记者，不断地冲着龚老爷子喊：“老爷子，之前就有人说张家和你们关系不对付，请问这是真的吗？张家母女到底是你们亲家？请问你们是看不上你们的亲家吗？那你们当初和唐潇订婚是为了什么呢？老爷子，你能解释下龚家二少和唐潇现在的情况吗？小两口是不是如传言中那样不和呢？”龚老爷子眼神里带着不悦，一个眼神，其余保镖纷纷出面，将这群保镖全部挡在了外面。可是他们却还是没走，
依旧守在门口的位置。宫老爷子看着向兰芝和张双双，问着唐潇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唐潇上前扶着老爷子，他们非要来为之前的事情赔礼道歉，我不原谅，他们就要一直跪着。旁边的宫卓越听到了，说道：“是不是道德绑架？”唐潇笑了：“月月还知道这个词呢。”宫卓越点点头，扫了一眼外面的2个人，他们看着好像很热。向兰芝生怕唐潇真的会和狠下心，让他们母女一直跪着，立刻对宫卓越开口道：“月月，阿姨之前做错了事情，惹得你二嫂嫂不高兴了，阿姨这是在赔罪呢。”宫卓越似懂非懂，唐潇也不愿意让他小小年纪看到这些，说道：“你们赶紧走吧，哪怕在这里跪到猴年马月，结果也一样。”向兰芝心里升起一股恨意，这个贱丫头果然是蛇蝎心肠，半点不会心软。张双双立刻说道：“现在出去，我们肯定会被外面的记者缠上。这要是我们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这不是给你们抹黑吗？就让我们再待一会儿吧。”“是呀，是呀，随便你们。”唐潇没理会他们，牵着宫卓越往里走。向兰芝和张双双见状，立刻起身，坐在了客厅里。宫老爷子回了卧室休息，而唐潇则是牵着宫卓越去做功课。此时宫傲白大概在书房处理公事，整个客厅就只剩下张双双母女，这是个机会。此时厨房里正在准备晚餐，张双双走了进去，殷勤地说道：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”自从黄妈走后，又来了一个王妈，不过她自然是不认识张双双的，也不知道她和唐潇的关系到底如何。只听到对方貌似是唐潇的姐姐，虽然听到刚刚似乎吵架，可是他们到底是一家人。新来的王妈倒也不敢得罪，于是恭敬地回答：“是给三小姐准备的点心。三小姐下课之后都会吃点点心垫垫肚子。”宫卓越今天的点心是草莓波波冻，外加曲奇饼。张双双立刻说道：“给唐潇也准备一份吧，他也喜欢吃甜的。”王妈点点头，少夫人确实是喜欢吃甜食，还好我多准备了一份。很快，2份甜品就被装到了碗里。王妈要端上去给2人的时候，张双双却笑着接过：“我来吧，你还要准备晚餐呢。我刚刚和唐潇闹了不愉快，我去给他赔礼道歉。”王妈有些犹豫，可是张双双却一把拿了过去：“给我吧，你今天再多做2道菜，我还要吃呢。”王妈不得不点头。第233章，她没去参加考试。张双双端着甜品朝楼上走去，走到走廊转弯口无人的时候，立刻掏出宋佳明之前给的迷魂汤。这东西无色无味，哪怕唐潇医术再高超，也识别不出来。将迷魂汤倒入草莓波波冻之后，张双双继续朝着楼上走去，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做作业的宫卓越，立刻笑脸迎接：“唐潇姐姐，月月，我给你们送点心上来了。”宫卓越显然没想到能看到他，嘟着嘴有些不开心：“王妈呢？王妈还要做晚餐呢，所以特意让我帮忙端着上来，你们快吃吧。”说着，张双双将餐盘放到一侧，端着一份草莓波波冻放到宫卓越的面前，而另外一份则是端到了唐潇的面前：“好姐姐，这一份是你的，我特意让厨房多准备了一份。”唐潇扫了他一眼：“无事献殷勤，你别是在里面给我下药了吧？”张双双脸色一顿，说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宫卓越看到曲奇饼，立刻起身：“我去洗手。眼下这里就只剩下唐潇和张双双2人，是个好机会。”张双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不是医学天才吗？我哪里敢给你下药呀？你不一把吃出来？而且这里是公家，我要是真的对你出手，公家的人怎么可能放过我？”唐潇这才接过了草莓波波冻：“谅你也不敢。”张双双微笑着，直到唐潇将那一杯草莓波波冻都吃完，张双双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收起，目光也一点一点地变得凶狠。他拿出藏在兜里的铃铛，晃了晃，唐潇只感觉眼前恍惚了一下，他使劲摇了摇脑袋。张双双眼看着有戏，再次晃动着铃铛，
这个铃铛的声音就像是直接穿到了脑子里。唐潇忍不住扶着脑袋，才勉强站稳身体。张双双手中铃铛摇晃得更加厉害，学着宋佳明告诉他的办法，说道：“唐潇，你后天不准参考高考，不准参加高考。宋佳明说过，喝了这个迷魂汤的人会服从带着铃铛的人，会听从他的吩咐。”张双双眼下也不知道这个迷魂汤是否有效，可是眼下看来是起到了作用。如果后天他不参加高考，那么接下来就好玩了。不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有人过来了。张双双不敢继续耽搁，快速摇晃着铃铛，然后一把放入兜里，不让任何人看见。唐潇瞬间如梦初醒，疑惑地看着张双双，有些疑惑自己刚才到底怎么了。龚卓越回来了，洗完了手，开心地吃着曲奇饼配着草莓波波冻。唐潇看向张双双：“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计划得逞，张双双也不敢继续逗留：“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”下楼之后，向兰芝急忙上前，张双双点了点头，表示计划成功了。既然这样，他们自然也不用继续待着，双双离开。等到两个人走出房门，龚傲白立刻从书房里出来，看着唐潇：“没事吧？”唐潇摇摇头：“我提起吃了解毒剂，没事，刚刚的一切不过是演戏。正所谓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”唐潇才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好心，真心实意的过来道歉。所以他和龚傲白决定，看看这伙人到底想要做什么。刚好上次黄妈的事情，他们在家里安装了监控，所以刚刚张双双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被监控拍摄下来。唐潇也已经提前吃了解毒剂，所以并没有中招。龚傲白看着张家母女离开的背影，眼神阴暗的吓人。唐潇轻轻拉上龚傲白的手，他们不足为惧，他们完全拿不到迷魂汤这类毒药，肯定是背后有人帮助他们。我去调查。龚傲白立刻让苏远去调查这件事情，而后马上就是高考了。直到全校在查询大家分数的时候，才发现唐潇压根没去考试，整个南丰高校炸了。林汉吉的心脏都快停了，因为这一次考试都是家长亲自护送，老师们会在校门口等着，可是也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见到，毕竟这些学生个个都养尊处优的，一出考场就上了家里的专车，所以他并没有注意到唐潇没去考试。毕竟唐潇这样的学生向来懂事，怎么可能会这种错误？你听说了，唐潇竟然没去高考，天，他胆子怎么这么大？这有什么？他未婚夫是龚傲白，以后就算不工作也能吃喝不愁，读书想读就读呗，不读也没事。他可是全校第一，竟然不去考试，太可惜了吧？谁知道这些人想什么呢？路过的张双双听到这句话，眼神里满是阴冷的笑意。没想到这个迷魂汤还真的有点东西，可以让唐潇乖乖听话。他立刻拿出手机给宋佳明打电话：“佳明哥，你上次给我的迷魂汤还有没有？我想再用一次。”“当然没问题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无论你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的。”张双双欣喜：“佳明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”宋佳明冷笑一声：“我们老地方见。”很快，张双双就来到了两个人日常约会的地方。宋佳明早已经在等候。宋佳明递过去一杯柠檬水：“这天气渴了吧？谢谢佳明哥。”张双双端着柠檬水大喝了一口，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。宋佳明冷冷勾了勾唇，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铃铛：“校长，眼下所有学生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你答应我的事情也该兑现了。”此时的办公室里，除了校长之外，林汉也在。自从知道唐潇没去参加高考，林汉一直吃不好睡不好，今天说什么都要找他问个清楚。“唐潇同学，你为什么没去参加高考？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告诉老师，老师可以帮忙。对了，老师给你联系了复读的学校，你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，再复读1年，你肯定可以。”不等林汉说道，唐潇就开口道：“
老师，谁说我没参加高考？王腊梅冷嗤一声：“我们可是调查过了，你压根就没去，各科分数都是0，还在这里嘴硬呢。”